日本新任首相岸田文雄露出獠牙，要突破和平宪法，发展对敌基地的攻击能力，这是作死的节奏。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据俄罗斯塔斯社报道，日本新首相岸田文雄日前表示，他计划在对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进行修订时，写入发展日本自卫队对潜在敌人导弹基地实施先发制人打击能力的内容。他说，日本将继续发展超音速导弹和弹道导弹技术。从保护民众的角度来看，有必要考虑所有现实的可能性。他还补充道，应尽快修改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其实，早在安倍晋三执政时期，日本政府就曾高调宣称要探讨是否允许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岸田文雄上任后的表态，说明这一计划进入到了落实阶段。日本作为二战的战败国，受和平宪法的约束，不能发展攻击境外目标的能力，也就是说，不允许它研发进攻性的武器。那么一旦这个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被修改，那么日本又发展了高超音速导弹和中程导弹，日本的自卫队就会变成一支可以袭击中国、俄罗斯、韩国和朝鲜的作战力量。特别要注意的是，拥有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意味着日本判断在有可能遭到攻击时会发起先发制人的打击。根据联合国法律规定，如果周边邻国发现日本有侵略的动机，就有权利对日本进行武力打击。那么一旦日本装备了高超音速导弹和中程弹道导弹，又有了武力干涉台海的企图，那么中国按照联合国的法律，就有权利就地消灭那些敢于干涉台海事务的日本自卫队。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现在的联合国宪章中有明确的敌国条款，也就是第53条、第77条以及第107条款，其核心目标就是约束日本、德国和意大利这3个二战的战败国。其含义是，战胜国可以对战败国的侵略政策的复活采取和平手段以及强制手段来解决。反法西斯同盟国有权对德日法西斯国家的再次侵略行动直接采取自卫或者是战争行为，根本不需要经过联合国的批准。也就是说，如果中国、俄罗斯、韩国、朝鲜等国家认定日本有可能对本国领土实施火力攻击，就有权对日本发动一场战争。相比于其他国家，中国更需要关心的是日本干涉台海问题的野心。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岸田文雄此举在为拥有对等攻击中国本土的目标做准备。一旦台海发生战事，美国就有可能介入，而中国大陆的解放军必然会对美军驻日本的基地发起打击。过去日本没有远程攻击手段，只能通过导弹防御系统帮助美军来防卫美国的军事基地。如果日本拥有了高超音速导弹或者是中程弹道导弹，就会出现日本导弹与中国进行导弹对攻的情况。如果再考虑日本人拥有的在战争中赌国运的传统，那么日方甚至有可能以威胁日本安全为由，主动发射导弹来打击解放军的军事基地。因此，总体来看，相比日本人把出云级直升机驱逐舰改造成航空母舰，中国必须关注日本发展远程攻击导弹动向。基于联合国宪章的授权，我们必须让日本明白，研发和装备远程导弹不会让日本变得更安全，反而有可能引来灭顶之灾。日本在历史上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那么中国在战后还没有要日本的赔款。一个战败国必须要认清自己的身份。如果日本不记得中国人民的善意，还要在台海问题上冒险，仍然要发展远程攻击导弹，那么未来恐怕就有必要让日本品尝一下国破家亡的滋味。好，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